大家好，我是杰尼。如果您对种植樱桃树感兴趣的话呢，就让我们一起分享如何选购樱桃树苗和樱桃树的种植，由我的老公 Peter 来做实际操作。我的视频都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，请大家打开字幕，这样看起来也许会方便一些。自从我发布了有关种植樱桃树的视频后，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欢迎，也提出了一些在种植中遇到的问题。今天请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到苗圃，我特意再买一棵樱桃树苗，用它来讲解一些在种植中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分享一下我种植樱桃树的心得体会。要想种好樱桃树，必须从源头开始。所谓的源头，就是从选购樱桃小树苗开始。它决定了在未来的几年后能否开花结果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苗圃 Bunnings Warehouse， 选购裸根樱桃树苗。请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：一、樱桃树苗的来源，请选择来自有诚信的苗圃，因为它能保证品种的纯正。他们使用了专门的砧木，用来嫁接樱桃树。我家里种的所有的果树都选用了这个具有100年历史的品牌 Flemings。 二、要尽量选择自授粉的樱桃品种。在购买前，请先查看一下挂在树苗上的吊牌，吊牌反面会有详细的介绍，或上网查一下，或向苗圃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后再购买。现在我列举一些自授粉的樱桃品种供大家参考。三、要看一下种植要求是否适合您所处的位置。如果在太冷太热的地方，要尽量买当地培育的品种。有些樱桃树有除冷量或称时冷树的要求，您就要考虑当地的气候情况来选择。我在这里列举一些品种供大家参考。四、请看这棵树苗的嫁接点比较高，这样适合种在地里。还有这棵树苗的嫁接点比较低，就比较适合于盆栽。第五点，选择侧枝与主枝的角度越大越好，就像这棵树苗的主枝与侧枝几乎成90度了，这样就非常好。六、要选择主干粗壮挺直的。七、要选择嫁接过的樱桃树苗，因为嫁接过的树苗比较容易开花和结果。我们选好了樱桃树苗了，顺便买一大包优质的盆栽土回来。在我的后院里，四周都种满了果树，没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再种樱桃树了，所以我只能把它种在盆里，用来做示范。种在盆里，首先需要选择花盆。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花盆，把樱桃树苗放进去，就像穿着牛仔裤，看上去很性感。但是这个盆太小了，不适合种樱桃树苗，因为这个盆的直径和高度都不够。
再看一下这个直径约40cm 的花盆，把樱桃树苗放进盆里，貌似穿了一条短小的7分裤，有点顾头不顾尾。花盆的直径合适了，但是高度还是不够。我们再把樱桃树苗放进一个直径约45cm、高度是40cm 的花盆。樱桃树苗现在看起来貌似穿了一条宽松裤，在里面宽松休闲，非常适合今后的生长。如果是种在地里的话呢，挖一个宽40cm 左右、深45cm 左右的坑就可以了。好，花盆选定了，现在我们就用它来做盆栽用。移栽前，先把花盆用水枪清洗一下，这样可以清洗掉原先有可能留在花盆里的虫卵。在使用盆栽土的时候，最好戴上口罩。有资料显示，盆栽土里可能含有的细菌会直接影响到肺部的健康，尤其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，在搞种植的同时，请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哦。樱桃树喜欢生长在沙质和比重轻的土壤里，所以我在盆栽土中混入了一些熟土和椰糠，用来进一步改善土壤的结构。如果是种在地里的，只是用盆栽土就可以了。把盆栽土、熟土和椰糠充分搅拌均匀后，就可以使用了。椰砖要经过浸泡后才能使用，不能直接混入土里。先在容器中放入一些椰糠，然后逐渐地加温水。椰糠遇水后就会像发面一样慢慢地膨胀，体积逐渐变大。等它完全吸收水分后，就可以使用了。首先，在洗干净的花盆底部放入一些碎石块、树皮或者瓦片，堵住排水口，这样可以减少日后在浇水过程中的泥土流失。把搅拌好的盆栽土放一些在花盆里，再把樱桃树苗放入大花盆里，试一下种植位置的高低。很明显，现在的位置太低了，原先放在盆里的土太少了，这会影响到以后主根的生长，要在盆里加土。直到这个扎口的塑料袋子在花盆口下面约2公分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樱桃树苗外面的塑料包装袋打开，注意在拿出樱桃树苗的时候，手要抓在架接口的下方，把拿出的樱桃树苗放到大盆的中心位置，然后围着大花盆向内填入盆栽土，直至离盆口约2公分的位置。扶正樱桃树苗后，再轻轻地压一下周围的土，打扫干净花盆周围，浇足水，让土壤和根系充分的结合。好了，这样盆栽就完成了。如果买的樱桃树苗是裸根的，当它在苗圃里从土里被挖出的时候，
根部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，暂时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，所以我们要对它的侧枝进行剪枝，以减少它的供需。剪枝前要对工具进行消毒，预防病菌的交叉感染。剪枝的方法要剪去侧枝总长度的50%以上，在这个基础上找出一个朝外长的芽，在这个芽的上方约2公分处呈斜角剪断。剪的时候请注意不要离芽太近，因为当樱桃树苗被剪去枝条时，伤口处会慢慢地渗出树脂。过一段时间后，伤口部分会形成很小的一段枯枝。如果剪的地方太靠近芽的话，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芽的萎缩。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和树脂的渗出，最好在伤口上涂上水性的白漆，或者涂上粘木头用的白胶水。另外，在剪枝时，尽量把每根侧枝剪得一样长，包括以后每年的冬季剪枝，也要遵循这个原则。目的是让主枝能对每一根侧枝提供均匀的营养，产出高质量的果实。下面让我们分享一下日后给樱桃树施肥的方法。樱桃树很容易得根部腐烂病，一旦患病后非常麻烦，在早期或许还能治，到了晚期就没法治了。所以请千万不要把没有发酵过的厨余当作肥料埋在樱桃树的根部，这样很容易让樱桃树患上根部腐烂病的。强烈推荐使用清洁、营养配方均匀、能促进根部生长的有机颗粒肥。等到了春天，长出几片小叶子时，才开始在离开根部约20公分以外的周围撒上小小的一把有机颗粒肥，3个月一次。樱桃树是比较耐干的，不需要经常浇水。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查看一下泥土，如果是盆栽的话，在泥土1公分以下的土壤，如果还是干燥的话呢，才需要浇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过多的浇水也会引起根部腐烂病。如果是在寒冷的地区，在过冬前浇足水，整个冬天就不需要再浇水了，以免造成冻土而冻伤根系。樱桃树适合种在每天至少有6小时光照的位置。如果遇上夏天高温，要适当的给它遮阳。今天的樱桃树苗移栽就讲到这儿啦，谢谢各位的观看，预祝大家好运，种出一棵硕果累累、年年丰收的樱桃树哦。以上如果有任何欠妥的地方，请各位老师在留言区提出宝贵意见，让大家共同来分享和学习。下期将与您分享自制堆肥的方法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e.